大家好，我叫周创，来自辽宁省福清市平安内镇阿汉土村，今年23岁。我是一个农民，我们家种了20多亩地，平常干农活的空隙就是这个魔方陪着我。今天我要带着它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表演。村里的老乡们听说我要来出彩中国人，都可羡慕我了。希望我今天的表现不要让他们失望。出彩中国人，我来了。你要表演什么呢？我要表演魔方的盲拧和魔方的克隆。哦，对，然后我想请撒贝宁老师来帮助我完成这个表演。我长得像魔方吗？我穿的还真挺像，我穿的真挺像个魔方的。那我上去帮他。小伙子啊，我先把魔方拿出来。好，请开始我们的表演。我这里有一只魔方，然后接下来我想请小撒老师将我把这魔方让打乱，打乱以后，然后一会儿我要用盲拧的方式将这只魔方复原，然后这里有一个计时器，然后小撒老师可以帮我计时。随便打乱是吗？是随便打的。你别给人家换一面，然后又还是完整的。为了省得大家说我们俩是那个事先商量好的，我也不看，我根本也不知道我怎么打乱的。你镜头给我就瞎打。主要你得弄乱啊。基本上，大家说行吗？行了，可以，好，可以。我们先从这个开始吧。好，来，眼罩你查一下行不行？看不见哈。我看不见看，可以吗？稍等一下。哦，他要记一下，有一个记，他得记6个面的。他是这么快的看呢？你看，他不是一面面在研究，他同时在看两个。心里在背口诀。好，我可以了，撒老师。可以了吗？可以了。那周闯，我们再增加点难度吧。你因为要掐时间，你自己先预估一下，你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20秒1粒吧。真的假？你别闹了你。等一会儿啊，我来掐表，我告诉你开始，你再开始。预备，3、2、1，开始。哦，多少啊？多少？快到20秒，21秒79，但是因为它停止的时候它没有喊好，所以我的眼睛注视在表上，我是用余光看见它好像停了，我才摁的，应该推迟了大概1秒左右，应该在20秒左右。天哪！怎么做到的？他不仅快，而且对自己的实力和速度非常的了解。太棒了！你再看看下一个该是什么样的表演？你还有什么表演？然后第2只魔方打乱，然后我用这只没被打乱的魔方盲拧克隆成跟这只魔方一模一样的样子。这更难。对。那我来着，我也打乱一个，是不是可以？我已经拧了一部分了，你来。不，这有点是逆向思维了，是吧？因为魔方的口诀都是让你还原嘛，你现在等于反其道而行。对对，难度就在这儿。蔡老师，别一不小心给他还原了啊！蔡老师没有那么不小心吧？给还原了，那得多不小心啊！你一下克隆几个？最高记录多少？对，最高记录就是3个。今天先还原一个，对，先克隆先一个啊，先克隆一个。我还以为一下能来3个呢。后面我给大家就准备了还有更精彩的。我们先不剧透。哦，自己把眼罩弄好。好。我看你拉下眼罩，开始还原，我再计时。来，开始。
这是我们2个人一起给他捣乱的啊。经过2个人之手。40秒13，我们来看，哇！我的天哪！哇！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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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哎，哎，你面儿弄错了。再转90度。你能不能做点儿你该做的事儿？我的智商就只够打乱的。让你比对6面，你都比对不了。不容易，蔡老师你接着来。周闯吓出一身汗，说不可能啊，我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也一模一样。对，太棒了。我的天，他怎么记忆的？他就是记忆。不，我觉得记忆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他得克隆，他克隆的步骤基本上就是咱俩刚才做过的步骤。那不可能，这肯定不可能。基本上是。是吗，周闯？我会重新想一条比较简单的思路。就比如说我俩可能用了30步，把它弄成这样，你可能克隆只需要15步，或者20步。对，或者是这样。你下次要挑战什么了？下一个。下次我想给自己增加一下难度。还要难？对，我只想问我的工作有没有增加难度？如果有，我就交给蔡老师干。就是把它打得特别乱，打特别的乱。我这样，咱俩呀，咱俩省得大家说咱俩都是托。对，让他们弄。我交给现场观众，你们每个人转一下。哦，每个人转一下，这样总不会有人说了。轮流，每个人随便转，每个人随便，拧，胡拧，对，胡拧，对，所有人。我没法控制，完全处在随机状态。别给拧回去啊，别复原啊！乱拧不用只拧一下，你可以拧好多下。快！好了，快，好，拿回来。好，我不动了，还可以。还可以吗？你看看啊，基本上散了。对，我不动了，就最后大家转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这个你记完了之后，接下来要怎么表演？我要放到背后，用反手的方式克隆成跟这只魔方一模一样的样子。这个难度高在哪儿呢？高在因为我的手反过来以后，思维就是在逆向的基础上又变了一下。哦。因为正常我的手是这样，然后现在就变成这样。方向反了。对。好，开始观察。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反正第一次还原的时候用时是20秒、21秒。
23秒63，得减去你赞叹的那一声。完全一样。你不要永远给我们看那4面，行不行？然后再应该看哪几面了？2边呐。你给大家展示。这个我的空间想象力这么差，所以我的立体几何很糟糕。我怀疑最后你想要周闯，周闯说我不愿意去你那一队。我的工作到这里结束了吗？结束了。我是不是你见过的最糟糕的助手？没有啊，因为小撒老师是我特别崇拜的人。你的崇拜到今天为止了，我觉得。谢谢，谢谢。哇，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练习这个技艺的？我接触魔方是2014年6月的时候接触的。才3年。对，那时候我在外面工作，然后看了一档节目，就是有魔方的盲拧，然后我过后也买了一只回来玩，然后就接触魔方了。哦，是自己琢磨还是找了老师来教你啊？自己琢磨，因为我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只有那种键盘的手机，然后也没有电脑，然后大多数就自己来钻研这个东西。哦，那你练这个盲拧是取得最好成绩是什么？取得最好成绩是世界第7，然后世界第7哦，那也很厉害了。目前在国内你大概是什么水准？国内我现在是第2。还有比你厉害的呢？对，因为我平时比赛不是特别多，然后魔方可能你练的成绩比较往上的时候，要多参加一些比赛，你才能取得一个拿积分。对，他就是要靠比赛，慢慢的拿积分。对。那你现在技艺都这么好，怎么参加这么少呢？可以多参加。就是经济上的原因吧，因为我本身工资也不会太高，然后比赛大多都会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举办，然后我来到这些大城市的话，就是会比较高的路费。你来上海参加过比赛吗？参加过1次比赛。你玩花式魔方现在能够帮你改变家里的生活吗？其实魔方它更多的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朋友。魔方并不能说代表我的工作，所以你现在是压根儿没想把魔方变成你的生活收入的一部分，还是说你想了，但是没想到办法？是没想到吧，我也有想过，因为可能农村做农活的时间也会比较长，然后也没有想太多。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因为小的时候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就是想让自己的父母过得好一点，告诉他们我在努力，我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那小伙子加油，你一定可以的。好，投票。其实说真的，我对你有点心疼，因为你拥有了一个我们那么羡慕的一个才华，然后你也并没有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会觉得特别可惜。我会觉得你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好，你的人生可以因为你这样的一个爱好，能够让它去改善，多少帮你的梦想能够实现。我一定要为你再一次的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人生来助上一臂之力。所以我一定要让你出彩，让你的老乡们知道你有多么的棒。加油！谢谢周丹老师。祝你好运。我觉得你这种的技艺呢，是需要不断的提升的。它的确给你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但是我认为你仍然在玩魔方的这个技巧上，包括这个特技的展示上，还应该有更大的提升。我期待着你更多的精彩的魔方的展示，所以我期待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再给你出彩。行，谢谢国庆老师，加油，加油！刚才整个表演过程里，他永远是这么一个非常不慌不乱、不惊不躁的这么一种状态。你给我的感觉就是2个字：淡定。为了你的淡定，我要给出彩。谢谢王周周老师。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我只问你，你说这个东西跟天分没关系，只要肯琢磨，只要花心思都能行。
我就问你刚才对我的观察，你觉得如果我静下心来真想学这个，2分钟之内还原，你觉得我能做到吗？能啊，一定能的，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就冲这个，我就冲他今天给我的这份信心，出台，来。恭喜你已经成功了。周闯，这个憨厚朴实的农村小伙，用一个小小魔方带给我们惊人的震撼，告诉我们，每一位用双手努力改变命运的人，都值得被尊重。周闯，祝福你，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好。